好，朱立伦说现在用更大的民主来反恶霸啊，那就是他们要提这个公投了哈，要反戒严啊。那因为觉得这个赖清德要搞那个这个什么军法审判什么，就是戒严的前兆，准戒严啊。怕呢台湾变成乌克兰的战场，所以这是一个啊。那么另外呢，要反废死啊。那现在民进党就说了，我们也没戒严啊，那你怎么反呢？我们也没废死啊，那怎么反呢？啊，那所以呢，而且我们如果真的戒严，你还能办公投吗？哦，这是民进党的反驳了哈。那卓荣泰就说啊，朱主席累了吗？在房间里找不存在的黑猫啊，因为房间里要找黑猫，看不到黑猫啊，不会看猫的眼睛。这讲得好，看猫的眼睛其实可以找到了，猫的眼睛很亮，在黑的里面闪闪发光。卓荣泰说呢，这个说明政府政策没有问题啊。我们为什么要去宣讲？我们政策有什么问题？没有问题啊，他干嘛这个伤我们的预算呢？啊，那另外呢，这个2个公投案，礼拜5要去闯关。王宏威说，民众党也支持，所以我们会过半啊。因为立法院通过的案子不需要经过中选会去审查，民间的案子会，那中选会可能讲这个题目不对啊，题目不对啊，但是呢，立法院通过，中选会不能审查啊，就必须要成立哦。那么另外呢，黄国昌说，民进党有一个标案。头1分钟哦，还在讲哦，这个什么防什么打诈了哈，防这个诈骗，后面就在讲要罢谢国良，这是什么东西啊？你怎么会有这样的标案呢？哦，而且呢，这个民进党的标案呢，第1标给3例，第2标还是给3例，第3标给民视，就这2家就给你瓜分了。而且有一个案子，有一个影片按赞的这77个哦，全部呢这么加起来。按赞只有3059个啊，而且呢，这个影响力也很少，看的也很少啊，等等等等啊，留言的也很少啊，所以你这个有什么用啊？只是消化预算而已啊！你一个打仗影片根本是假的啊！我们看一下，国内的各政党，只有中国国民党有戒严的经验，也只有中国国民党不知道戒严的痛苦。今天的台湾没有任何时空的条件。也没有可能在今天往后有任何戒严的可能，所以这个也是不存在的议题。也希望朱主席了解，难道您累了吗？要把问题搞清楚。我们的行政院不断的对台湾人民宣传，他们要努力打诈，但事实上，我们看到的是什么？我们看到的是我们的政府不仅打诈不力。甚至自己不仅仅成为诈骗集团的受害者，同时，民进党政府自己就变成是一个最大的诈骗集团，甚至为了要进一步恐吓人民、恫吓台湾社会，竟然连说反诈宣传费用被删除是向诈骗集团投降。这等同是驻场诈欺集团扩大危害社会。来，嘉玲议员，我是觉得可能国民党是希望说，透过这个公投可以跟这个我们的罢免的活动可以绑在一起啦。不过在时程上算一算，好像有点来不及。那我是建议国民党的朋友，你们的题目叫做反废死、反戒严嘛，既不是创新法，要创新法吗？还是要改旧法？应该好像都没有了哈。我建议你们还可以增加反诈骗，这个也可以反贿选嘛，没办这个反对立法院直播这也不错啊。另外一个呢，最近刚好比特犬咬人，你们还可以用一个反比特犬咬人。国民党曾几何时怎么会变成你提出公投题目这么样的没有深度、没有素质啊？到底要反什么？而且国民党很奇怪你们自己都没有想过说，你讲到戒严这2个字会连回到你们自己身上，很快的就被打脸嘛，不是吗？我是觉得说，与其要这样子，为什么不认真去面对罢免这件事情？你们也在很多绿委的选区，你们也认真的在联署，对不对？那爆发出来这个死人联署，到现在说不清楚、讲不明白嘛。要补件啊，那就认真补件嘛，认真去做联署嘛。如果这么有信心，觉得这个绿委真的做得不好，嘉玲不为任何一个个人讲话，那你们就认真去照法定的程序去做嘛。那既然要这样的话，那为什么还要提出来这种反戒严？是不是？
反戒严，然后还反废死，所以我就说啊，我再回到刚刚讲的，再多一个反诈骗、反贿选，好，而且还括号修容小组，好，另外一个反立法院直播，好。如果比特犬咬人，好像听说也是相关的人等，然后有去关说或是去关心等等，反比特犬咬人，试看看，回去讨论一下。来我看，其实这个公投案提出我刚刚在看这两个题目，一个是反戒严，一个是反废死，反废死那废死如果严格来讲啊，我们台湾现在目前死刑执行的不积极不多。但你不能说没有，因为1月的时候才刚刚有一个黄林凯台执行。第二个，宪法法庭是有条件这个核宪，就是说只要这个严谨的审判，他就可以判死刑。所以这时候出来讲反废死，可能国民党支持者会觉得说，对我们就是希望能够还有36位死刑定谳没有执行嘛。那另外一个是反戒严啊，大家都不要戒严，可是现在目前并没有看起来已经在实行戒严，所以这两个题目其实基本上。就是对于蓝军的支持来讲的话，理所当然我们支持啊。可是现在如果说你要把这个公投观众朋友，如果不只是公投，因为公投是8/23，8月第4个礼拜6，而是要用公投来凝聚士气，大家出来投票，然后反罢免的话，那效果会不会好？这其一，其二，因为8/23这一天是不是投那个罢免日，这个是重点啊。可能7月15号就已经开始在投罢免了。你隔了1个月才去公投，那来不及了，你已经罢免案都已经结束了所以第三因为如果你以过去公投来讲的话，我讲4大公投就好了，大家记忆犹新了。反莱猪公投我还去调了，投票前不到1个月，最后的封关民调是66%说我不要莱猪，我为什么要莱猪？猪上面加莱剂，我为什么要吃？你说如果在那个水里面滴一个秽物进去，你还要听吗？整杯水我都不喝了。所以66%说我不要莱猪，结果投出来之后21%的人跑去投票。所以公投说我不喜欢这个啦，你要废我不要废死啊，你要戒嘛我不要戒严啊，讲都讲不要，可是你有办法让他们进去投票，而一起去投反罢免票吗？这其一，其二就是根本就可能不是同一天，那会有什么用？主持人，我告诉你，有人告诉我，他昨天看了你的节目，他非常肯定那一段罗志祥有关公投的讲法，所以我就好奇了，我说罗志祥有这么厉害，所以我去把他调出来，不服气啊，再看一看。对，我把他调出来看了，我看出来以后大失所望，因为罗志祥的第3点，他也否认要绑，他说绑不绑是中选会的厉害的地方，我也不抱希望，所以这个没有要绑。没有要绑的话，你承认没有要绑哦？你国民党这么是伤济钱，还是伤济猪，还是吃饱伤闲，还是吹不康鬼汤子，还是没俩差不多小家？你告诉我，如果不要绑的话，你搞这个干嘛？还有第二个呢，就是你反废死，还有你反戒严，这2个就刚才我已经讲过了，就是不对题嘛，不切题嘛，不搭调嘛，人家。要把你们搞死，要把你们罢免掉，你忙都来不及了。你去嘿，那小公中秋节的人家在沙滩烤肉啊，我在发动沙滩捡垃圾，这不搭调啊。同样在沙滩，但是不搭调，你知道吗？我跟你讲，你们现在不要动了啦，不要进行了，承认这是错误，这个脸皮丢一点没有关系。对不对？我跟你讲，这个不管是罗志强推动的也好，或者是朱主席一时思虑不周也好。千万不要丢人现眼呐！不是他，我想他是其来有之，不是？因为原来8/23要公投嘛，对，原来传出来，民进党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公投呢？就是民进党公投要绑罢免，就是这样传出来的。因为他也怕去的人不够多嘛，所以国民党说，你既然公投绑罢免，我也给你搞个公投绑罢免。那民进党就说没有，现在不一定了所以这个罢免可能7月就罢了，公投8/23是变成这样子嘛。来，林涛。所以黄国昌主席说，这是这个最大的炸团在民进党政府嘛。所以你基本上看到，从这个周末来，卓荣泰拿这个绿箭乱挥，然后剑指台中第一场2028，然后再来到桃园2026，基本上他已经在为26跟28的这个选举来布局。那可以看到这个卓荣泰他是讲什么？他说这个再也要放下焦虑跟偏见。可是焦虑跟偏见，民众的焦虑跟偏见，恰恰来自于你赖政府的作为啊。2件事情，第一个，在废死的过程中。
其实这主文写得很清楚，是反对这个法院的一致决，就是不要实质废止嘛，你不要每一次都是要一致决嘛，这样民众觉得在判决的过程中，你就是实质在判决，没有办法新增死刑的案例，在整个过程。第二个就是几率会降很大，第二个就是现在的准战争状态，或是类戒严，或是赖17条，或是军公教发函给大家要来做身家调查，我都觉得已经让现在变成台湾变成一种司法加上这一种调查体系的寒蝉的这个国家，这时候很多想讲的话的人不敢讲的啊，所以我觉得反废死跟反戒严是在这个逻辑之下。第二个，你要讲到公投这个日期哦，我说真的，柯建铭喊出，哎呀，现在看起来罢免就是7月15号啦，不是8月23号，我们这一次所有的投票要花12亿耶。如果以过去我们讲到总统跟立委绑在一起，大家就是希望在投票的时候，大家可以节省这行政支出。如果他时间这么近，你中选会跟民进党硬要就是罢蓝委的罢蓝委、罢绿委的罢绿委、公投的公投，浪费3次投票，那你岂不是对自己很没自信吗？看起来你很心虚嘛，觉得这个案过不去嘛。所以我觉得最好的状况是什么？是今天柯建铭不要成为中选会的太上皇。你本来在整个的流程之下，现在看起来依照公投法第2条第2款的第3项跟第15条的第2项，它本来就有可能在这个时程是可以跟这个我们讲到这个罢免案整个的合流的。所以我觉得民进党不要心虚啦。第二个我要讲一件事情是，卓荣泰是身为台湾行政最高的长官的，他都可以拿着绿光剑去挥，讲说什么武统的滚出桃园。你一个行政院长不好好做事，你在讲政治，一天到晚喊武统。那你这些政策全部都不谈，所以你可以知道是什么？是如果今天卓荣泰都喊出政治了，所有的我们的地方首长针对地方财划法也是可以适时的再做一个政见的反击的。因为如果民进党要这样子搞坏台湾民主，就正面对决。所以我的结论在这边哦，就是说现在整体的策略有一些城市他觉得要冷。有些城市要热，为什么我从头到尾主张要热战的原因是，因为你就算第2阶段冷，到最后他的人在4成的支持要催出6到7成，不是一件难事。如果你没有相应热的话，其实都会有一点风险的这个往上提。所以我说，我主张从现在开始，不管怎么样，不管是地方的财划法的宣讲，还是这个大罢免，还是公投，任何一个可以催出在野支持、反对破坏台湾民主的力量，都应该加分。谢谢，再回来，涛哥啊。好 ，TVS 刚发表了一个对台北松山这个罢免立委的民调了哈。那松山不是全部松山的哈，只有一半哈。那另外呢，就是问说呢，这个你知不知道要罢免徐小新？哇，知道人很多呢。其实台湾很多地方都还不知道，但是台北显然他这个选区知道，85%的知道。然后呢，如果进行第2阶段联署，你会不会去联署？说会的只有34%，不会的有59%，所以会联署说只有34%，但是呢，这个接下来说呢，你会不会去投票？一定会的呢有62%，可能会的是52%，这是这个同意罢免的，同意的人那不同意罢免的呢，就是36%。说这个不同意罢免的呢就不一定了因为但是我们现在要看同意罢免的啦，我觉得不同意罢免就不，但是不同意罢免说会也有36%，就是我虽然不同意，但是他可能要去罢绿也可能去罢徐小新，不知道那另外呢，年龄现在看起来同意罢的20到29岁占74%，30到39占61%，4到49占70%，50到59占56%，6岁以上44%。那不同意罢免的呢，年轻人比较少，只有19%。但是呢，这个最多的我看还是60岁以上，有48%。那另外呢，这个反正就是说，基本上了这个大家担心的就是说，这个到底多少人同意去做2阶段罢免？然后同意做2阶段罢免的呢，那多少人真的会去投票？所以目前看这个民调看起来呢，这个同意2阶段的跟会去投票的还不少，过那个门槛了。
但是他现在这样讲，他是不是真的去投票？不知道哦。所以这个民调的是一个最新的民调了哈。我想巧芯看这个民调，大家会要备战，要积极备战啊。那如果举行投票，同意罢免的57%，不同意罢免的37%，高于门槛的25%。哦，所以因为门槛就很低嘛，只有25%，1/4就够了。哦，所以基本上你当选，你落选，哦，你落选的人里面呢，只要有相当人同意罢免你，让你当选人都不来，哦，是来不够，没有这个同意罢免人，反对罢免人没有同意罢免人多，超过25%也就会过了啊。来，我看怎么看？这份民调是 TVBS 的这个各区被点名要罢免，就是台北市的第7选区南松山跟信义选区，那委员就是徐巧芯嘛那这份民调其实非常复杂，因为它会进行就是每一个阶段，比如说你会不会去第2阶段联署啊？你当天会不会去投啊？你知不知道这个罢免？但是呢，最后他做了一张很清楚的图给大家看这是 TVBS 做出来的图就是简单讲如果明天都投票，请注意这是明天，那这个新闻出来之后，或许徐巧芯的支持者会回防。简单说，如果明天没投票，罢免我们只看2个点。第一个就是他的票数有没有过25%，1/4，那门槛是6万多。那以现在目前看起来，会去投票，一定会去，然后再计算说，那你是支持罢免还是反对罢免？以后算出来这57%人数来讲会有8.6万，可是罢免门槛是6万，所以呢，第一关叫做有没有跨过25%门槛？有。第二个就是那会不会反罢免比罢免更多？你说8.6万要罢徐巧芯，10万人赞成徐巧芯反罢免，那他也不会倒。可是以这看起来，不同意罢免的人数没有多于同意罢免，所以简单讲2个字叫危险徐巧芯的这个民调 ，TVBS 这个民调看起来的话，现在目前在这个松山信义区的这个支持者，简单说大量的当时在2024年1月10号投给他的选民，在这个民调中没有呈现，没有表态或者说没有跑出来。那当然这是民调民调是一个方向。最后的结果还是要看投票那天到底投出来是多少。老沈怎么看这个民调？我觉得这个徐巧芯的危险就在于仇恨值了。那仇恨值之高就是说你的人觉得你很能干，那反对你的人觉得你很讨厌。那我现在就要引用谢长廷谢长廷最近蛮有良心的，而且讲一些话也有道理的。他就说恶的循环。你看我们的政坛，尤其是国会，一天到晚小恶、小奸、小非一大堆但是它的能量大概不会超过2-3天就没了但是这个大罢免的大恶是很大。那我要请问大家，当行政院长提出复议案而被否决掉的时候，他有几个选择？就一个选择，宪法说你要接受，那宪法有没有规定说你要微笑的接受？愤怒的接受，嬉皮笑人的接受，充满怒气的接受，没有规定。所以院长马上下乡，他们办了要罢免8场的演讲，可以不可以？可以。那现在恶在哪里呢？就是你讲了以后，马上转为罢免，马上转，而且罢免不是罢免1个人、2个人、3个人，是罢免36个、38个。这个依谢长廷自己的讲法，谢长廷说什么是可以罢免的？他说以弩欺卒啦，你是奴才你欺负头家啦。第二呢，引用外力欺负人民。第三呢，搬端啦，这个尸位素餐你觉得徐巧芯有犯了这3条吗？没有一点都没有徐巧芯其实在自己的人看来，他是好厉害他激动，他整天晚上没睡觉，就是蜜獾型的，给他搞的气这个如果在美国就是一边的人非常喜欢你，一边的人非常讨厌你，这样的人可以罢免吗？正常人谈不上罢免不罢免。所以我觉得巧芯他是很机灵，速度非常快，反应也非常快，但是他有的时候就是反应太快了，所以你做的决定不一定正确。像比如说他找了吴子嘉，找了郭正亮去站台这一场然后在这个场面上就公然取笑这个魏哲家，然后小芯就是说我就是笑这个吴子嘉好笑，但是这个我觉得这个伤害多多少少有一点。还有人说小芯你一个大家闺秀，你怎么可以比中指呢？我觉得比100次的中指也没有构成罢免的要件对不对？比中指要罢免吗？他就不雅而已嘛，他就不是贵秀而已嘛，你罢免他干嘛？所以呢，我觉得巧芯应该看到这个
这个民调，你今天应该有所警惕，你不要逞强，你不要认为你是对的，你不妨3天不要有动作，好好去想。我已经私底下从你开始当选到今天，我私底下跟你讲过几次话。其实他是很容易接受人家的相劝了。他这一点呢，他比我们的涛哥好。你晓得没错，我跟你讲，不错了。不，我举，你还没有听我的讲嘛？我只是给巧芯讲说，你什么地方不妨怎么样，他都说我知道了，我会改了，态度非常好。我很少人看到闻过则喜，你知道吗？巧芯做到闻过则喜。这点是很难得的。我们听到大佬的指导，我们都说我们跟大佬学习。所以我觉得时间还有好几个月了所以我觉得他稍微修正一下，让人晓得他是尽心尽力，没有像你们想象的那是祸国殃民啊！你们是把他讲成祸国殃民啊！就以卓荣泰是谢长廷的大哥，你知道吗？卓荣泰的老板谢长廷的定义。你们也不应该罢免曲巧芯。来，铁林涛。我觉得我对巧芯这1年的努力跟这个在立法院的政策是非常肯定的。他是非常地毯式的在跟这些里长来互动。我们每次在聚会的时候，这些里长都有到，然后也好好的办这些公益活动。那在这个立法院的政策，不管是巴士量表，不管是军人的这个福利，他其实真正确切的做实。他刚才就是大佬讲，他其实没有一件事情是4位数餐的，他是非常认真努力的。所以我觉得在这个程度下，他刚当1年，那又是新生代的立委，现在就要来罢免他，我真的觉得这事情是感觉好像要搞坏台湾的民主跟所有的这个政治环境。所以我觉得现在我们 TVBS 出这个民调，其实你去回想一下，过去在这个基隆罢免案前1阶、第2阶，我们也是感觉到非常晃，就是说很危急，事态很危急。那蓝营跟或是在野的支持者真的听到事态危急的时候，他就会觉得我不支持罢免案不能真的帮到我们这些在野的立委，而是要出来投下不同意票，在这个民调表态，才能真正帮到这些认真的立委。所以我觉得这是给我们一个很大的针戳下来，让所有在野的力量跟支持者跑出来做表态，因为现在还 too early， 然后现在的仇恨值都是民进党去攻击泼这个脏水起来的，所以我觉得在第2阶段、第3阶段，因为现在大概10圈操场，我们之前讲200公尺，现在大概跑1圈了，那还有9圈，我真的觉得蓝白我们不管是赵阿德或是说大家，真的已经开始全部的动起来，要把这个动能拉起来，这是好的这个结果。第3，我最后要讲就是。刚才大佬对我的批评指教，每一次我们都是虚心接受啦，所以这是我们新生代的这个优势嘛，就是说可以很快的有自己坚持的理想，杀很大，对自己的议题很坚持，但针对很多的这个弹性，我们也是虚心受教。赖文慧。我觉得这个民进党这次搞这个大罢免啊，从一开始其实到现在，他们很多的民代还在讲说我们只有帮忙借场地啊但其实可以很明显的看到，就是说以曹兴诚为首的就是说这种网红式的这种一系列的这样子的活动办下去我昨天看他们又开记者会，曹兴诚坐中间，巴炯也坐在那边嘛就是说他们现在开始说地方议员也会开始就帮忙来做相关的一个收件，在2阶段的部分。所以我觉得民进党是直接包含不管是卓院长直接下乡去宣讲，我觉得是非常直球对决的那我觉得国民党现在提出来的这个公投的方式，老实说反戒严跟反废死在台湾我觉得是非常有共识的2个议题那如果在2阶这个阶段里面，我觉得还是可以更直球对决一点这个礼拜6跟礼拜天，国民党跟民众党都已经也要开始下乡去做宣讲那对于像刚刚就是说巧芯这一份问卷出来，这个调查出来之后，我觉得也给大家一个警讯就是说，我觉得没有办法再像这个一开始像这个基隆一开始嘛是冷冷的但你后面你一定要很直接的告诉我们的这个支持者，到底要怎么样来做相关的一个投票，不然就是像国昌讲，他是找出来那个影片，其实我跟他反映就是说，这个反诈的事情一定要做，因为地方实在太多了，一天到晚我们在地方都在做这个诈骗的这个被诈骗的这个服务，但是呢，我们的政府可以明明白白的把这个标案就给三立跟民视，然后呢，再做完这个打诈的这几个什么法，讲完这个主播念完之后，后面接一个当时在罢那个这个谢国良
市长嘛，好，所以这个他们明明白用在一起，用国家的资源，用我们的纳税钱，我觉得这样子的事情哦，他们是越做都从来不会脸红的啦，好，所以我觉得还是我比较主张还是要直球对决的，跟这个民进党的部分。我刚刚很认真看这个民调，中间还是有些矛盾的地方。哦，你要不要去2阶段去联署？34%说要，34%。然后呢，那如果通过，你会不会去投票？61%说会，怎么可能呢？这就是矛盾很大嘛。联署第2阶段你要不要联署？我只有34%要。哦，然后呢，这个66%说会去投，不去投，不要联署。那好，那如果联署通过，你要不要去投罢免票？61%说要。这中间我觉得很大矛盾，所以我认为说会去投的那个可能会的19%根本不会，高估了，根本不会，只有说一定会的42%，中间有可能有一些人会，可能只是你问我可能根本不会。那我很恨的，绝对要去的，一定说我当然去投啊，但是呢，这个就算42%说一定会，又比你要参加2阶段联署30%还高，这东西很矛盾很奇怪这是那个访员不是访员了，就是受访者到底想些什么东西，可能还要深究一下。休息一下再回来。你觉得巧芯要听？好，那么30年来电价是涨过了，但水价没涨过了。现在说电价要涨，水价也要涨，哇，这万物齐涨呢。那什么铁路也要涨，对不对？很多东西都要涨那30年来第一次水电要双涨左荣泰说呢，希望降低冲击，但是还没有决定到底什么时候涨马英九那个时候一涨哇，这油电双涨，就民调马上就下来了那经济部说还没定案他们要考虑对这个物价的冲击了那另外呢，卢秀燕也说这会冲击物价这是恶性循环这是恶性循环。那另外呢，国民党委员说这政府缺钱要抢钱啦，所以水费也要涨那另外呢，这个张家俊委员说呢，郭智辉应该毕业了应该毕业了。但是卓荣泰呢挺郭智辉说，经济部长是正直啦他工作就是这个正直，而且张家俊说你水电都涨，你打到老百姓的这个生活上面去了嘛。那另外呢，本来这个经济部长说要到菲律宾买绿电了那经济部原来的这个分析说不行，因为买绿电你还不要算电的成本，光那个船的那个电费每度就是5块5那太贵了嘛。那现在经济部长一定火大，你们讲些什么？不打脸我吗？经济部赶快改口，说呢目标价是每度4元是可行的，台电的现在发电呢也差不多这个钱，如果是每度4元就可行。那问题是要达到每度4元，什么时候才达到呢？所以以后这个菲律宾的光电价钱会降低，那以后再说嘛，你现在还没有嘛而且呢，郭智辉讲说可以我们可以到菲律宾买绿电我要实地考察。到菲律宾去看看到底可不可行而且呢，这个3年以后价格会降嘛。现在虽然贵3年以后会降那另外呢，这个核能一度才1块多一点，对不对？那你会干嘛到菲律宾去买5块5的电呢？买4块电也是贵明明有1块电，核1、核2、核3，你不买核4花3、4千亿，你把它作废了，不是很奇怪吗？我们看一下，几乎是30年没有调过。那现在这个水的价钱，水价是非常的低的。那也一方面要鼓励大家能够节约珍惜这个水资源，那也要反映现在每一度水处理的成本。那合理的调整是在考虑当中，但时机是还没有决定。我们当然希望能够降低冲击，能够平衡一点。那是吧，委员？其实这一切都是为了大罢免为了预算的问题，为了他要台电1000亿。他现在他要台电1000亿，我们砍了1000亿，它是2个1000亿，一个呢是114年的1000亿，一个是113年的1000亿，他现在争取113年的1000亿，主要是这个啦，就讲很清楚嘛，它里面就暗示了，就是你不花1000亿就涨价，让老百姓恨你，就是按你娘就这样子一句话就讲完了。现在讲这些讲说要涨不涨，你看好了，问题是。我们给他1000亿，他敢garanty，敢保证说未来3年都不涨吗？
或者我们有委员就提到了，他加一个但书，给我1000亿，我发展我重启核电，那个1度1块4的药就可以做，安呢有委员愿意支持。再过来，我们看到菲律宾的一个买菲律宾的电，人家算一算啊，今天好几个记者跑来问我啊，算一算想就8块啊，8块，8块以上啊！现在我们的光电、风电都没有这么高的价格，都没有到8块，没有啊。我们1度电卖多少钱？3块半啊。老实讲，我就有提案啦。我提案除了说让核三也立宪嘛，不可能啊，核三已经要除役了，5月份就除役了，我还可以让核1、核2复活。我的案子是这个样子，我们那时候还请主持人，我们一起开公听会。哦，那时候很多人还在有意见说，哎呀，赖委你有什么提案替民进党解套？我说不是替民进党解套，替台湾解套，现在就是了，你不用核电的结果就是这个样子，而且借着刚好美国爸爸说要叫为什么要排斥核电，他要卖我们核电的基础，可能帮我们重新弄，比如说核四，他重新来接管什么之类的，这个时候就顺着这个州。在野党也支持，美国也支持，你为什么就不要回到这里来？老百姓可以不涨。民进党政府如果能够穷其一切的努力，我也用了核电呢，用到20%，然后呢，该 cost down 就 cost down 了。那时候说啊，没办法再涨价，老百姓会接受，但不是这个样子。现在来讲就是，像你唔用，你要用贵的啊，1度才卖3块半，啊，你光电、风电弄掉啊，1度就是料，1度就掉，每1度的料。水电有一个东西很重要哦，漏水率原来有30%，当然后来慢慢减少，可是还是一样。台湾的水在全世界啊，台湾的降雨量，全世界排名前半段的大概20几名还是30几名呢，非常前面的。我们的水很多，可是因为我们很陡峭，我们的山势很陡峭，水存不住，所以就很珍贵啊。但是又在于我们的管理不善，水管很多日据时代的嘞，还都没有换完呢。听说要全部换完要几10年呢，啊，无力的一直捞，最里捞，这个浪费你要堵起来，你涨价老百姓才服气啊。因为你埋在地下那个水管修不修你也看不出来，那个钱都要用在你看得到的地方，不要用在你看不到的地方。来，晚会。我觉得就是周大哥讲的这个啦，就是说在这个时候又抛出这个水费要不要涨来打一个问号就是希望大家来讨论嘛。那电的事情都还没有解决啦，我们之前立法院都已经连着几年给他拨补了3000亿，那这一次这个1000亿呢，他就希望这个在野党可以继续来做一个拨补。但事实上，如果从这个他如果认真来把这个事情想办法解决不要每天在那边搞大罢免其实很多事情是可以往下做推展的。我简单讲就是像这个云林的风电如果去查一查，这个光电弊案就不讲了。但是呢，如果这一些违约的这一些金额应该履约的这些金额没有罚钱，没有收进来的台电把它算一算，把它收回来，安尼嘛有400亿啊，对吧？就是说有些是开源，有些节流嘛但是你如果本来你跟人家签约，为什么不收？400亿很大的钱啊。对啊，就是我们已经讲过好几次，但目前为止都还没有看到他们有所动作。希望今天讲了之后可以赶快动作，还要等400亿啊只有云林的这个光电厂而已，风厂所以呢，我们回来看就是说对于这个现在的这个卓内阁啦当然他昨天拿这个关键在咻一下，好像按一个钮就可以射出个关键但是解决事情要按部就班卓内阁比苏内阁进步一点。苏他拿扫把出来嘛，至少拿那个撞球杆上，至少拿个光电啊。伟汉，刚刚其实宝哥赖士葆委员已经把整个事情架构搭起来了。好，就是台电的那个补助的2000亿，或者说就讲这次山的1000亿，它到底该怎么处理？因为马仔修美不能跟他应该来传便便了啦。好，3月要做电价审议会，台电现在亏4200亿，那亏4200亿，按照公司预算，那一定要涨价啊。所以台电涨价到底最后是反弹到谁的身上？目前难看因为刚刚这个主持人也有说那时候油电双涨的时候，马前总统民调就受影响，我执政确实国际油价就这样，我要涨，结果大家就不满以后。执政这个政府的威信就下降了。那现在如果涨了电价以后，有没有可能万物齐涨？是这样如果电价一涨以后，
可能便当多5块，珍珠奶茶这个鸡排都要多个5块10块，以后物价就会上去了。那你说今年超增5000亿，国里面是有钱，可是立法委员必须同意才能用啊。他会说啊，对不起，立法委员不让我们用，不让我们去把那个台电的亏损给它弥补一点，又回到电价的问题了嘛。所以我们台湾现在目前电价一度大概3块多这个事情，大卫就举其他国际的例子，韩国现在多少钱，法国多少钱，8块多，所以补了这1000亿。能不能答应以后都不要再涨？你要看它亏损还有多少，还有4200亿，补了1000亿，还有3000多亿啊。但是你不补的话，到时候大家感受到的那个我的电价上涨，甚至连物价都波动的时候，谁会承受民众的那个不满的压力？到底是蓝还是绿？那就得等那个事情发生之后才能够判断。我相当不同意暐瀚的讲法，虽然他是我的好朋友，他还没有从政哦，他已经是一种政客的嘴脸，微微可以看得到。我不同意。哦，那我跟你讲，台湾的水费太便宜了，哦，你多收一点，把管路修好嘛。我跟你讲，因为水费的便宜啊，养成台湾人民普遍看见水资源的坏习惯。是啊，讲哦，去倒东西要小孩干人，你看我们那个健身房啊，这个冲澡的水的浪费，你也刚刚痛心的。你有沙漠的人看，唔甘嘛，好，电很简单，电就是资源这个来源的选择嘛，一个成本的问题嘛。到目前债务要不要还，还是就让它烂啊？要还的速度的问题，还有呢，要怎么涨啊？涨了以后对社会的影响，我觉得整理一下，我个人粗估一下，大概有7个办法，没关系，7个办法做民调嘛，一再做民调，一再解释，一再做民调。但是你能靠民调决定政策吗？绝对不行。为什么？老百姓一定选择把债务无限期的往后推，你相信不相信？所以这种东西啊，民调不准。我跟你讲，民调做参考，然后让2大政党，这个系列民众党还不成器，所以我们要把民众党考虑在内，让2大政党选择作为2026选举的政见啊，然后老百姓根据这个政党有没有良心，你再选哪一个来决定我投票的方向。老沈，你的建议是不错，但是台湾的选民投票不看这个，抗中保台技术来，管他什么台电不台电，40%票就在那个地方了。你这一点我很失望，你这好，柯建铭去呛卢秀燕，卢妈妈回到你的家了，登处理了，做妈妈就好了啦。哦，还选什么总统？哦，还有什么搞什么政治？那卢秀燕就回5个字：妈妈原谅你。这个good， 这个是一枪打死。然后呢，当然大家就说，你看你柯建铭讲这干嘛？你有沙文主义啊，女性就不能够从政，不能够从商，不能够在外面工作，不能够抛头露面，一定要在家里啊。泽荣泰替柯建铭缓颊，说柯建铭也许他在回忆他的母爱，他想回想他妈妈的爱，所以叫卢秀燕回家啊，照顾孩子啊。然后呢，这个因为范云搞女性主义嘛，啊，就是说从陈淑贞到卢秀燕啊，你们都不应该叫女性呢，这个用性别来区隔了哈。那另外呢，徐小琴说你这是杀猪嘛，啊，沙文主义嘛。你才该退休，什么叫卢秀燕该退休呢？那国民党也说这是性别歧视了哈。那洪孟凯说呢，说其实2026年的县市长选举已经开打了，从柯建铭看得出来，他现在打选战了哦。那另外呢，联合报的评论是说了，老柯说要卢妈回家，那花妈到底怎么讲？都是妈，对不对？卢妈要回家，那花妈都不要讲话吗？不还在当监察院长吗？我们看一下。这个不如妈妈原谅你。简单一句回应的是柯建铭前一天讲的这件事。卢市长，你不要想选总统了，人家叫你卢妈妈，你就好好回归家庭主妇，赶快退出国民党，或者说你们继续在叛国。不满国民党发动废死公投，柯建铭大骂朱立伦之余，连带点名蓝营2028热门人选卢秀燕。支持这争议言论，尽管卢秀燕不计较，但自家的台中立委抱不平。院长，你对于这样的性别议题、这样的性别意识有什么样的想法？这或许是柯总召
对他母亲的爱的回忆吧。对，我的确这么说啦。我说每个人对妈妈的定义不一样，有的人妈妈他对他母亲就是这样的感觉。他说，但不一定是在这个女性表现这么优异的时候，所有的时代，但是我们不能剥夺一个人他对他妈妈的。没错，看看卓荣泰表情有过尴尬，毕竟怎么说都不对。而被视为捍卫女权的立委范云，脸书再度被洗版。至于民进党团，干脆这样回：与其指责民进党，不如拜托卢市长以及相关团队，可以好好做出施政，可以让人民放心，在您接下来任期之内可以把台中建设得更好。党团上下一心，力挺柯总召到底。来，嘉玲宇。我是觉得这个问题真的是也蛮难回答了哈。对我来讲，我是一个现代的女性，我认为女性无论在职场或在工作、在家庭，她都有她的角色。每一个人对女性的想象不太一样，也许柯总召对女性的想象是应该在家庭，但是我对女性的想象应该在更全面。她可以扮演自己的角色，喜欢在每一个角色享受自我、展现自我，这个就是我自己的期许啦哈。不过我是认为说这个也许柯总召是觉得卢妈妈在市政上也蛮辛苦的哈。但是像我期许我的妈妈是应该，我希望她可以走出社会。可是我妈妈一直是家庭主妇，所以每一个人对于女性的想象不一样哈。这些比较有争议的话哈，我想我们还是适可而止比较好。我跟你讲，我只有摇头啦。你要我讲真心话吗？我觉得老柯也没想那么多，但是呢，大家马上把箭头转向范云。范云，你这个女性主义者，你怎么不表达一下？我觉得这都不必。我很诚心诚意的告诉卢秀燕。你呀，听了这些话，你要高兴都来不及了。他们怕你，民进党真的怕你。像要搞这些大罢免，也要搞你的子弟兵，因为他们就晓得你现在国民党里头最有实力的就是你。而且他们竟然不小心还讲说不要想选总统了，他们就是怕你选总统，因为现在国民党里头能够选总统，而且最有希望赢的就是你。他们不小心嘴都漏风了，露馅了，高兴就好，高兴，但是不露声色。我想卢秀燕也不用我劝他，他比我聪明啊，你知道吗？不用我想这些，倒是那些动不动就范云跟这个有什么关系？范云本来就是没种，我跟你讲，该讲话的时候不敢讲，本来就没种。你现在欺负范云也没什么好处了。卢秀燕，你回去好好 enjoy 这一下，你真的是目前国民党唯一可以在2028挑战民进党的，你知道 ，just enjoy。王慧，这种女性议题我觉得范云范老师在我们在做妇女运动的时候真的是大前辈了但是我自己在立法院到现在，我看他好几次，因为这个女性的议题只要是在野的，他就跳出来讲，就是他们自己家的人他就不讲我是觉得这个当然会被人家议论但是我觉得但一个部分我是蛮认同刚刚戴老讲的，就是说因为现在卢妈就是一个角色嘛，各个的咖所以呢，这个民进党呢，当然就对他会多所注意这样子那但我回来讲，我觉得不管要不要回归家庭，其实就是尊重女性的选择就好了。她可以有家庭啊，她也可以有工作，她也同时 boss 啊，这是她的选择，尊重就好了。你看，其实柯建铭总要讲这个话卢秀燕市长看来他是不会介意，但是民进党里面有很多那我很清楚跟大家介，我就不点名了。有很多现在非常优秀，也要选直辖市长，然后他也是妈妈市长，他也是妈妈立委，他也希望能够变成像卢秀燕那样，家里面也有小孩啊。那如果家里面有小孩，有婚姻就要回去，那怎么办？马上就被人家讲，就是你就回去当妈妈好了，你就不要再参政敌。所以卢秀燕也没有要回骂他，就妈妈原谅你。但重点还不在这一个关卡，因为刚刚我们看了巧芯的那个民调，后续台中3个卢系立委罗廷伟、这个黄建豪跟这个廖伟翔，到时候看看他们民调是怎么样。如果有任何一个顾不住的话，后面不管是党主席或是2028，对卢秀燕来讲会有伤，那个才是啊。那因为现在目前正在，因为上个礼拜6日的民进党的宣讲是到台中。所以延续台中的话题以后，你突然讲了一个卢秀燕妈妈市长回去吧，反而那个气势会受挫。柯建铭这个算失言啊。那为什么这样讲？柯建铭有没有问题啊？你是说他讲话的内容为什么要讲这个？是不是？那个什么王世坚、王定宇就要去检查什么？到底是这样？就是说今天中午还有人问我，他到底是故意的还是真的变化了？到底怎么样？
要不要分析一下？啊，你分析。我觉得他没病，啊，他是恃老而骄。你想，人老了以后，从政那么久以后，不骄傲的，像我这样的很少。我觉得像大佬讲这样很好啊，大家都开始讨论卢秀的角色啊，对不对？台中这3个罢免会不会成功？这大家就会很关心啊。我觉得当然这个老柯是乱讲一通了，这个东西。他以前不会这样啊。他以前不会，我认识他几十年了，20年以上。他以前老实讲是算理性可以沟通的。对。虽然他长期的握有权力，但基本上来讲是可以谈的，他可以谈。但最近从开始要发动大罢免，你发现了变一个人，为什么？你猜为什么这个样子？最后一届，为什么这个样子？最后一届，可能啦，最后一届，我就讲出来嘛，我说他可能犯上一个权力丧失症候群，就变成会什么事情都会来哈。其实不要忘了赖清德在选总统，他有个很重要的政见哦，阁员1/3，有没有做到？没有。女性啦，女性，对。所以就有民进党的立委，就是范云啊，他提案啊，要修法，说用法律来制定，阁员1/3是女性。当你的政见赖清德总统的政见是1/3要女性的时候，老柯居然说，女性你回家去哦，你的家在厨房哦，这不是非常违和吗？老柯不知道说这样会得罪很多女性们，现在职业妇女那么多，双薪家庭那么多，也得罪赖清德啊？怎么没有赖清德以后怎么弄？对不对？他1/3女性的内阁要怎么弄？很清楚看得到啊。所以这个当然会得罪到很多的女性，所以这是道地的沙文主义嘛，男性的沙文主义嘛，只有男性才能做政治。因为我太太是这个职业妇女，然后照顾小孩也要工作啊，她的工作的时数没有比我低啊，所以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这个选择跟自己的定位嘛。那你看到其实这个政府从上次郭智慧在讲说特定的这个弱势团体在讲唐氏症宝宝，然后一路到这一个柯建铭他在讲这件事情，我都觉得说，怎么会常常就是说好像反这种政治正确的这种语言出来？那所以大家会认同说，是不是王世坚讲的是对的？就是说老柯是不是要去做精神的鉴定？因为他已经不是一次，他上次花莲地震不是说老天有眼，发生大地震被骂惨了，这一次他的原句叫做妈妈回家带小孩。那如果这个句话是可以通的话，民进党所有政坛的妈妈，只要是她是妈妈从政，是不是都要回家带小孩？就其实这是一个会马上有一个回力标回来的，所以我觉得真的感觉到，那看到卓荣泰竟然回他说，这是他对于母亲母爱的回忆。就怎么会这样回应？就是卓荣泰，你可以帮郭智辉对外道歉，为什么碰到柯建铭你就守了？还是说今天柯建铭他当成一个大罢免的领头羊，他非得你要护航他，就算他讲错话都必须要往前进？所以我真的觉得说，现在的一个民进党面对大罢免时代是，他不演了，他也不管了，反正呢到最后我多添几个柴火，我就可以过关，我就可以跟你再也对干到底。所以我真的觉得。有时候呢，会觉得柯建铭你讲话会不会赖清德会不会有意见？就赖清德，你刚才就是这个我们讲赖世宝委员就提到嘛，妇女节就在讨论说，你过去承诺你是1/3，那后来你现在是2/3，你还有10%的这个 gap， 然后你们的立法委员说要修行政院组织法要修进去，结果你的柯建铭总召出来讲这话，